我再也不敢图便宜随便找民宿住了，现在想起来还是脊背发凉。几天前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到了，忙碌了一年，我俩准备出去旅游放松几天。但是我老公是那种典型的铁公鸡。小冉，你看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我看了眼他的手机，嘴角抽了抽。林泽，你又从哪个平台找的房子啊？民宿特价优惠，这个价格堪称骨折。林泽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想到之前出去旅游林泽订的那些房子，虽然有些小瑕疵，但是也还不错，我也就同意了。但我没想到后面竟然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进屋后我看了看房子，意外地发现竟然还不错。想着已经很晚了，我俩就在沙发上吃着晚饭，看着电视。就在我困得不行，准备回房间睡觉时，突然听见有脚步声。这脚步声似乎是从2楼传来的。林泽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我惊恐地看着林泽，他皱了皱眉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可房东说了，房东在租房要求中写过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去2楼。当时签合同时，我只觉得可能楼上是储藏室之类的，也没多想。但现在听到那个声音之后，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。没事儿，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去上面检查一下。我跟着林泽慢慢走到了2楼。2楼是阁楼，只有1个房间。林泽拉动门把手，想把门打开，这个门被锁死了。他趴在门口听着屋内的动静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俩返回到卧室，锁好房门，并给房东发了消息，想问清楚2楼里有什么。2楼放了一些杂物，抱歉啊，可能是之前有老鼠还没清理干净，你们要是害怕的话，我明天来看一下。我看房东态度诚恳，想了想，现在已经没有声音了，我们也不是常住在这里，只要不去2楼就行了，我就没要求他过来。毕竟之前这种情况也不是没遇到过，谁让林泽总爱订这种打骨折的房子。第2天晚上，楼上倒是没有再传出奇怪的声音了。今天玩了一天，我有些累了，便想先去泡个澡。刚进浴缸坐下，一阵清晰的脚步声传来。我坐直了身体，紧紧盯着浴室门，却发现脚步声停住了。没事的，林泽就在楼下，有什么事我喊他，他能听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浴室门被敲响，我吓得一激灵。小冉，是我进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是林泽呀。我看着他开门进来，刚想怪他为什么要吓我一跳，却发现他表情特别的不对劲。怎么了，林泽？他凑近我悄声说道。小冉别说话，听我的，你赶紧穿衣服，我们去收拾行李。我看着他的表情异常凝重，不禁有些害怕。我没多问，看着他着急忙慌地收拾完行李，以最快的速度拖着我上了车。直到上车后，他才松了口气。小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房东一直在监视着我们，而且我怀疑他就在楼上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震惊地看着林泽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原来就在我洗澡的时候，林泽无聊地调着电视节目，无意间点了个按钮，电视画面中是个房间。虽然有些熟悉，但他并没有多疑，直到再次换了台，却发现我正在浴室洗澡的画面，他才意识到这是监控的摄像头拍摄的，这肯定是房东特地安装并用来看租客隐私的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别的企图。我看着林泽皱着眉，全身汗毛竖起，转头看向了别墅。黑暗中似乎有个影子就在阁楼上，拉开窗帘偷看我们。转过头，我和林泽商量着报了警，在房东还没来得及收掉所有的监控设备前就被警察抓住了。我们轻松的旅行变成了可怕的噩梦，从那之后我们再也不敢随便订房间住了。夜深了，你敢一个人看床底下吗？我耐心地给女儿妞妞讲睡前故事，妞妞抱着娃娃听得津津有味。故事讲完，我给妞妞盖好被子，叮嘱她好好睡觉。妞妞突然伸出手拉住了我的胳膊，哀求地说：妈妈，再陪陪我好吗？妞妞的手心汗津津的，她似乎很害怕。已经很晚了，
你明天还要上学。我温柔地对她说。妈妈，那我能不能开着灯睡觉？妞妞扁着嘴问我。得到我的同意后，她似乎松了一口气。互道晚安后，我走出了房间，可前脚刚走，下一秒就听到妞妞的尖叫声。妈妈！我焦急地打开房门，却看到妞妞面无表情地坐在床上，一双眼睛似乎没有焦点。她扭头看向我，机械地说：床下有动静，你能帮我检查一下床下的怪物吗？大概是刚才的故事内容让妞妞有些害怕，我赶紧将她搂在怀里，轻声安慰：怪物只存在童话故事里，现实中没有怪物。妞妞身上僵冷的温度让我忍不住摸了摸她的额头，然而她并没有发烧。妈妈，帮我看看吧，求求你了。妞妞突然流着泪说，她的反应让我的心也莫名紧张起来。我和她对视了几秒后，慢慢俯下身去，一个皮球从床底下滚了出来，我莫名的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抓起球，站起身把球举到妞妞的面前。宝贝，你看，只是个皮球。说着，我伸手把球递了过去，妞妞不停地向后闪躲，眼里写满了恐惧，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，带着哭腔说：妈妈，那个球不能碰，它是怪物的东西，怪物会发脾气的。怪物在哪里？我被妞妞的情绪感染，心里慌慌的，头皮都有些发凉。它就在你的后背上。妞妞尖叫着指着我的身后，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。我慢慢的扭过身去，妞妞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尖叫一声，猛地站起身，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。妞妞躺在床上抱着娃娃，好奇地看着我。妈妈，你刚才睡着了。刚刚只是一场梦。我继续给妞妞讲完故事，然后帮她盖好被子。妈妈，你能再陪陪我吗？我很害怕。我的心里一惊，刚刚的梦里妞妞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接着妞妞提出了开灯睡觉的要求，我忧心忡忡地关了门，站在门口迟迟没有离开。妞妞并没有尖叫，我稍稍安心一些，责怪自己想得太多。刚躺在床上，我就听到妞妞的房间里传来了响动，这是拍球的声音。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蹑手蹑脚地走向妞妞的房间，拍球声越来越清晰，猛地推开她的房门，圆滚滚的皮球在地板上有节奏地弹起落地，而妞妞却不在地上，她正坐在床边，两条腿悠闲地荡着，歪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皮球。这诡异的画面让我的嗓子发干，伸手将皮球接住。很晚了，你这样拍球会影响别人休息。我不悦地说。不是我拍的，是他。妞妞有些委屈地说。他是谁？在哪里？我觉得这是妞妞的恶作剧，生气地呵斥她。他是个怪物，就在你的后面。妞妞认真地说。这些内容再次和梦境吻合，可我却一点都不想相信。这个世上根本没有怪物，不要再装神弄鬼。突然间，一双冷冰冰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她轻轻拍了拍我说。你是在找我吗？我的神经立即绷得特别紧，缓缓地转过头去，妞妞的脸近在咫尺，她在笑，一脸诡异。轰地一声，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炸开。我再次回过头去，妞妞正四平八稳地坐在床上，可是后背冷冰冰的气息还在，那只手还没有从我的肩膀上拿开。巨大的恐惧让我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我再次醒来时，人正倚在妞妞的床头上。妈妈，你太累了，刚才都睡着了。妞妞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脸，她手心的温度是热的。我伸手掐了下自己，有痛感。刚才的画面难道是梦中梦？我心乱如麻，理不清头绪。接下来，妞妞再次说出了让我抓狂的一句话。妈妈，我很害怕，你能陪陪我吗？这个世上真的有怪物吗？我支吾着问她。妞妞点点头，起身趴在我的耳边，小声地说。他就在我的床底下，一直有个皮球陪着他。我汗毛瞬间立了起来，脑子里一片混沌。妞妞，说假话可不是好孩子。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故作镇定地说。妈妈，我真的没有说谎。不信，你弯腰看看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疑惑地下床往床底探去，一个皮球从床底深处滚出来，紧接着发生了令我震惊的一幕。妞妞的脸慢慢地从杂物堆里探出来，她害怕地看着我说。妈妈，我的床上有个怪物。我捂着脸惊声尖叫，猛地起身时，脑袋一下子撞在床头柜上，一阵刺眼的阳光让我再次睁开了眼睛。周围的环境熟悉又陌生，我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，我的床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。见我醒来，她露出微笑。妈妈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妞妞？我是试探着问。你能想起我了？妞妞扑进我的怀里，嘤嘤地哭着。这熟悉的怀抱加上她身上熟悉的味道，记忆瞬间向我涌来。我是一位单亲妈妈，
带着双胞胎女儿生活，妞妞是姐姐，丫丫是妹妹。可惜两姐妹同脸不同命，丫丫患有先天智力障碍，这也是前夫和我离婚的主要原因。他不想被丫丫连累。我带着2个孩子生活，日子虽然艰苦，却也充满了快乐。孩子6岁那年，一场意外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。那日，我带妞妞和丫丫去公园玩，2个女儿都很开心，她们还玩起了拍皮球的游戏。皮球不慎被丫丫拍进树林里，我赶紧跑去捡球。等我返回来时，丫丫却不见了。妞妞哭着告诉我妹妹掉进了湖里，我一下子瘫倒在地，随后踉跄着去找人帮忙。等救援队的人把丫丫捞上来时，早已经无力回天，她就死在了我的怀里。妈，放下吧，妹妹也不希望你一直折磨自己。我觉得妹妹从来不曾离开，因为她一直在这里。妞妞指了指她心脏的位置，看着妞妞的脸，我再次泪流满面。其实，死亡从来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我突然失明了，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正常进行，我请了一个照顾我的保姆。某天清晨，我隐约看见我家客厅躺了一具死尸，我瞬间怔愣在原地。而此时，我家保姆就站在我的身后，我听见她笑盈盈地问我：“小夏，今天早餐想吃什么？”我不敢说话，甚至连大声呼吸都不敢。陈阿姨，我一贯这么称呼她。她见我半天没出声，又问了一遍：“小夏，你今天早上又没什么胃口吗？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路过我，极其自然地路过客厅，路过那具尸体，走进厨房。唉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早餐不想吃，晚餐也不想吃。陈阿姨似乎很是关心我，语言中透露着慈爱。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以后老了后悔都来不及。她碎碎念了许久，可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。我脑子里现在只盘旋着2个问题：尸体是谁的？怎么离开这里？我清了清嗓子，试图稳住自己有些紧张的声音：“阿姨，我还有些困，我想回房间再睡一会儿。”陈阿姨切菜声瞬间停止，我感觉我的呼吸都要凝固。你要回房间睡觉？她像往常一般轻声问着，可在我听来，她似乎是在阻止我回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。我揉了揉自己的后脖梗，假装自己有些不舒服。陈阿姨没有再追问，她转过头，干脆利落地继续切着什么东西。我似乎嗅到了一股血液独有的铁锈味，她该不会是在处理？阿姨，我悄悄拧紧了拳头，额头上浮出一层薄汗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回房间了。还没等我移动脚步，陈阿姨立刻叫住我：“小夏，等等！”我尽量努力平复急速跳跃的心脏，正常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吃了早餐再去睡吧。她提议着。反正你都起来了，不如简单洗漱一下，吃个早餐。我委婉说着，还是不麻烦了。早餐而已，怎么会麻烦？陈阿姨放下手里的刀，隐约看到她似乎要朝我走过来，我不想让她发现我的眼睛恢复了一些，便赶紧止住她的步伐。既然这样，我抿了下嘴，那我就先去洗漱了。陈阿姨又笑了一下：“去吧，早餐马上就好了。”我伸出手摸索着进了洗手间，浓郁的腥臭味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格外突兀。才迈了一步，我就觉得自己要呕了出来。他杀了人吗？他是在我家处理尸体吗？他就不怕我这个倒霉瞎子听到或者闻到什么不一样的异常吗？我连一点异样都不敢表现出来，强忍着胃里的翻腾，十分迅速且潦草地洗漱了一下，才转过身。我看见陈阿姨就站在我的身后，其实我能看见的距离依旧不长，而且视野模糊，但我明显感觉到她锐利的视线。身体一僵：“小夏。”陈阿姨温柔开口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：“早餐已经做好了，就放在桌子上。”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不敢在她面前展示出一丝不同寻常，便还是如往常一样，扶着墙壁，磕碰着桌子坐下。我摸到一个滚烫的碗，碗里盛着朦胧一片，看起来像是粥。我拿起碗里提前放着的勺子，在粥里搅动一下，微微咬了一小口，送到嘴边。陈阿姨提醒道：“还有点烫，你慢点吃，别着急。”我了一声，心思却完全不在这个上面，便极其敷衍地吹了2下就塞进嘴里。咀嚼间，我咬到一个软绵绵但很有韧性的肉块，下意识的，我把粥全部吐了出来，紧张间不小心打翻了粥碗，滚烫的液体喷落在桌面上，有些还落在我的大腿上。我能清楚感受到皮肤表面传来的强烈疼痛感，这突如其来的刺激不由让我叫唤出来。陈阿姨也被我吓到了，她赶忙给我递来了纸，我很想直接接过，但我不敢，只好咬紧牙，将手在空中挥舞着。陈阿姨，我需要纸巾。陈阿姨明显观察了我一下，我只能咬牙继续装成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。她等了一会儿，才将纸巾塞进我手里。哎呦，小夏，你怎么把粥吐出来了？有没有烫到啊？
待我稍微收拾好后，硬着头皮解释道：“是我没吹凉就送到嘴里，结果烫着舌头了。”陈阿姨笑了笑，用哄小孩子的语气和我说着：“你也真是的，都让你慢点吃了，怎么还能烫到舌头呢？”她说完，还十分体贴地给我端来了水。喝点凉水缓缓吧。我点点头，凭借着杯底碰撞桌面的声音，向那个方向伸出了手。陈阿姨握上我的手背，把杯子递给我，我像触电般猝然抽离了手。陈阿姨皱着眉看向我，我的后背立刻发汗。怎么了，小夏？她凑近我，仔细打量我的面上神情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一睁开眼睛，客厅里凭空出现一具尸体，而此刻我只能极力掩饰我的眼睛可以看见东西了。陈阿姨凑近我，仔细打量我的面上神情。你看起来……我随即站起身，打断她的话：“陈阿姨，我身上黏糊糊的不舒服，我想先回房间擦一下，换件衣服。”她狐疑地看着我，但没多说什么。行，那我帮你换碗粥。回到房间里，我转身锁上了门，我的汗毛根根立起，大脑转得飞快。我现在该怎么做？要报警吗？报警！我开始在房间里寻找手机。当我几乎把房间翻个底朝天时，手机不合时宜地在客厅响起。刚刚我将手机放在了桌子上，我有些崩溃，想了想，从抽屉里拿出了防狼喷雾。这还是之前我想预防色狼的时候买的，没想到却在今天用上了。我苦笑一声：“小夏，你的电话响了。”陈阿姨在门外好心的提醒我，警觉地将目光挪到紧闭的房门上，咽了咽口水。要出去拿手机吗？出去意味着要见到陈阿姨，不出去意味着我拿不到手机。还在纠结着，敲门声再度响起。小夏，你开个门，你手机响了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缓了缓心神，应道：“马上来。”小心拧开锁，我将门打开一些。陈阿姨拿着我的手机，就在我的身前。她没有第一时间将手机递给我，而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裙子，而后问道：“你不是说换衣服吗？怎么没换啊？”我非常自然地说着谎，还没找到就懒得换了。陈阿姨哦了一声，把手机递过来：“你电话响半天了。”我从她手上接过手机，拽了一下，发现没有拽动。我掀起眼眸，不解看向她。陈阿姨微微抬起头，目光不断地打量着我的眼睛。半晌，她轻声问道：“小夏，你这么精确拿到了自己的手机，是眼睛恢复了吗？”陈阿姨顿时面露凶光，举起了手中的菜刀。我知道我再也隐瞒不住了。我望着陈阿姨手里明晃晃的菜刀，不自觉地吞咽了2下口水。我紧握防狼喷雾，准备给陈阿姨来个措手不及。突然，我的电话再次响起，是家政公司打来的电话。陈阿姨的目光短暂停留在手机屏幕上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防狼喷雾，冲着她的脸和眼睛一顿猛喷，辣椒水钻进了她的眼睛。陈阿姨疼得哇哇直叫，手里的菜刀也落在了地上。我不敢有一丝迟疑，举起床头柜上的相框，对准她的后脖子拼尽全力地砸过去。看着她软趴趴地倒在地上，我第一时间报了警。等我将陈阿姨绑好在椅子上时，汗早就打湿了我的衣服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，地上的尸体不见了，隐约看到痕迹去往了厨房的方向。一股腐臭味从冰箱里出来，我猛地拉开冰箱门，一张惨白毫无血色又熟悉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这是男友的脸。我双眼通红，浑身颤抖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此时，警察的破门声在身后响起，案情很快水落石出。这位自称陈阿姨的保姆其实是个通缉犯，身上还背着2条人命。男友昨晚来我家看我，得知我在睡觉便没喊我，结果偶然间看到了网上的通缉信息，照片竟然是保姆的长相。他刚准备打电话报警，就被保姆用匕首刺死。保姆原本也想将我杀掉，恰巧碰到家政公司打电话随访保姆工作情况，他害怕我一直不接电话会让中介公司起疑，就没有对我动手。加上我的眼睛失明，方便他分尸处理现场，保姆决定暂时留在我家。只不过他千算万算，没想到我的眼睛会突然复明。如果你深夜回家，突然有个老头拉住你要喂你鸡蛋吃，你会怎么办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是我搬到这个小区的第3天。看着老旧的楼梯和斑驳的墙壁，我安慰着自己，一个人住在哪都一样，况且这能省下不小的花销呢。这天下了夜班的我刚踏入小区，那周围一瞬的寂静以及若有若无的路灯，不免让我心里发毛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哼着歌给自己壮胆，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起来。走到楼下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擦下额头冷汗，用力地咳嗽了一声。可惜声控灯没有亮，我再次尝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不会吧，这也是坏的？我有些绝望地看着漆黑的楼道，身上的汗毛不自然地竖了起来。
我纠结了一阵，还是鼓起勇气，借着手机的光亮一步步走上楼梯。刚走几步就闻到楼梯间弥漫着一股菜香味，这让本来饥肠辘辘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就在我回味时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衣角，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恐惧，放声尖叫，瞬间后退了好几步，企图挣脱那个东西。你回来了，吃个鸡蛋吧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定睛一看，2楼的拐角处竟然坐着一个老人，手里还递着剥了一半的鸡蛋。可我刚才为什么没注意到呢？爷爷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呀。老人声音低沉地和我道歉。见到老人认错态度好，我便也没说太重的话。爷爷，大爷，您认错人了呀，我不是您孙女，您真是吓了我一跳，现在心还砰砰跳呢。太晚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不是我孙女儿，那我孙女儿呢？她还没放学吗？我看着眼前一脸无辜的老人，意识到他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大爷，您住在几楼啊？我就住3楼。老人指了指楼上，大爷，我就住您楼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只见老人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还要等我孙女儿呢。你要吃个鸡蛋吗？老人笑眯眯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鸡蛋，我还是婉拒了老人，转身回了家。因为工作太忙，我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。隔天下夜班后走进小区时，才又想起了楼道没灯这件事。但意外的是，今天的楼道竟然是亮的。这个世上真的有雷锋。刚从2楼往上走时，我下意识地望向拐角，老人真的坐在那里，手里依旧握着一颗鸡蛋。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微眯的眼睛猛地睁开来，昏黄的灯光下是一张皱纹纵横、面色无暗的脸。他的嘴巴咧了咧，露出黄牙，冲着我笑。一种莫名的恐慌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个楼梯。你回来了，今天不黑了吧？吃个鸡蛋吧。大爷，您又认错了，我不是您孙女。大爷，这灯是您安的？我意外地问。老人点了点头，一脸傲娇，甚至还有些害羞。您老可真棒。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不过下次登高的事情还是让年轻人来做吧，毕竟您岁数大了。我身子骨硬朗得很。老人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，速度特别快，我生怕他一个不留意扭到了腰。我看着老人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可是一天的疲惫让我来不及多想，匆匆回家休息。很快就迎来我的第3次夜班，因为贪凉的关系，我的胃开始不停地折腾。回家走到2楼转角时，冷汗已经把我的衣服打透了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2只手捂着胃，早就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老人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桌上只有2颗水煮蛋。护士，送我的大爷在门口吗？我问巡房的护士。护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体温计给我。你只是肠胃炎，并没有发烧。隔天出院后，我想着去感谢一下大爷，但敲了许久的门也没有人应声。难道是出门锻炼了？想着晚上他应该还会坐在楼梯口，便先回了家。可到了晚上，我再次下楼，却发现那个拐角只有一把凳子，但不见大爷。想了想，我再次去敲了他家的门，可房门始终没人开。我担心大爷身体有个好歹，就给物业打了电话，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来看下情况。你确定是这家？物业经理看了看3楼斑驳的房门，表情怪异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叙述给他听。你确定自己没记错？物业经理的表情变得扭曲，说话声音有些颤抖。可301早就不住人了呀，这家原先是有个老爷子，还是老年痴呆，但是他已经去世4年多了。啊！我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老人是个苦命人，无儿无女，一手带大了领养的孙女。可孩子在上学路上出了意外，后来老人得了老年痴呆，去世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了。那我每天晚上见到的是……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但仔细想想，反而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这个老人家尽管忘了自己是谁，却时刻想着等孙女放学。他也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孙女吃。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大爷。我猜他和孙女应该再次相遇了吧。他牵着孙女的手送她上学，孙女手里高高举着大爷包好的鸡蛋。如果你半夜听到敲门声，随后又收到了爸爸的短信说他忘记带钥匙，你会去开门吗？
单亲家庭长大的我，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含蓄内向，所以20好几了也一直单身。这天闺蜜小美分享一个相亲交友软件，并且不断安利我，上面很多同城单身青年，她最近在上面聊得火热，我便也想尝试下。安装注册后，简单填写了信息，便开始和几个男孩子聊了起来。但隔天晚上我就遇到了惊心动魄的事。晚上爸爸出去应酬了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家。我洗了个澡后，舒服地窝在沙发上追综艺，突然身边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爸爸。他不是在喝酒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正当我疑惑，还没来得及接起电话，电话就挂了，随后就是一条短信：开下门，爸爸没带钥匙。此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就在我起身准备去开门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哪里不对。我明明记得爸爸走的时候，他从鞋柜上拿了钥匙。我走到门口，爸，是你吗？没有人回应。出于警惕，我趴在门上，透过门眼往外看去，因为楼道里的灯光比较昏暗，模糊间好像有个人影快速躲过去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回应我的只有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突突的跳，后背也冒出冷汗。没想太多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爸爸拨了过去。门外确实响起了手机铃声，但奇怪的是一直没人接听。我再次透过门眼看去，外面的人好像被惊到了一样，快速的向楼下跑去，铃声也渐行渐远。突然电话接通了，可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电话那头就响起了爸爸的声音：我楼下的车灯忘关了，你帮爸爸先把门打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电话便挂断了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好在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，我也安心了很多，便索性把门虚掩的打开了一条缝，转身就准备继续窝着追踪。这时电话又响了，是爸爸拨打的微信电话。我有些不耐烦的接起来：爸，又干嘛呀？小可，帮我喊个代驾，我喝酒没办法开车了。听到这我汗毛竖起，我爸还没到家，那楼下那个是谁？此时楼下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吓得面色苍白，在人影快到门口的时候，以最快的速度把门反锁了。门外的人好像急了，疯狂地拍打着门：爸，家里进来人了。电话那头的爸爸显然非常着急：小可，你躲起来，爸爸这就回去，快打电话报警。因为腿软，我坐在了地上，我从来没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我颤抖地拨打着报警电话。此时门外的人好似听到我报警了，便不再敲门了。安静了好一会儿，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是爸爸。他通红的眼睛满眼都是紧张，汗水也浸透了上衣，左脚的鞋子也不见了，可想而知，这个喝多的小老头是怎么赶回来的。我抱着爸爸放声哭了起来。根据警方后续调查，这是一个拐卖团伙。我下载的软件能获取到手机的通讯录、位置信息，甚至我相册里的内容。找到地址后，又把我通讯录里的爸爸改成了他们的电话，又通过相册里我录制爸爸的视频，把声音处理成他的音色，目的就是拐卖无知的少女，更甚至贩卖受害者器官。之后在我得知闺蜜小美已经遇害了时，我痛哭不已，并有些后怕，如果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及时打电话过来，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经过此事，我再也不敢随便安装不知名的软件了。我躲在衣柜里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小姐，您觉得房子还算满意吧？我听见那个男人开口了。相当满意。女人答道。现在房租这么便宜的，真是不多了。毕竟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，不必收那么多。我透过衣柜的缝隙看到了那男人的脸，相貌平平，并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不过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焦虑。我听说这附近经常有小偷光顾啊。我心中一惊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该死，这女人说话真是不合时宜啊。这倒是不假，我们这管理的也不好，无业闲散人士也多，没办法呀。男人叹道。男人的声音刚响起，忽然又停住，似乎变得有些不安。小姐，咱们先出去一下。怎么了？女人疑惑地发问。小姐，我们出去说好吗？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，带着一丝颤抖。听见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终于走了。短短20分钟，如同世纪般漫长，我的全身上下都已被冷汗浸透。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小偷，而我是本应接见那个女人的房东。我有些眩晕。关于那个男人，我早就见过了，是个偷盗的老手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摸到我家。就在20分钟前，我在卧室里刚要午睡，却隐约听见一些响动。打开门一看，那男人正翻着我家的东西，手上拿着一把尖刀。他没有收获，转身朝我的房间里走来。我险些叫出声，好在他没看见我，我便躲进了衣柜里。他应该观察我很久了，他知道我每天中午都不在家，可我今天却一反常态，这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就在那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那男人的脚步声停了，紧接着便去门口问道：是哪位？啊，
我是要租房子的那个呀，昨天咱们还联系了呀。一个年龄不大的女生响起。我没想到那个小偷竟然顺理成章地演了一出戏，真是荒诞可笑。谁让我和那姑娘没见过面呢？我掏出手机，打算报警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男人会不会对女孩不利，可我又想起刚才那诡异的一幕，那个男人完全可以等姑娘走后便将我家里洗劫一空，为何突然就要出去？大街上，李先生，刚才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就把我拽出去了？女人不解道。男人还没从惊恐中恢复过来，喘了几口气。你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？女人仍是不解。那个茶几上有一把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一字一顿地说，声音颤抖。手术刀和铁钳又怎么了呢？那不是你家的吗？不，你难道没听过最近的那些案件吗？近日有4起女性被杀事件，被害人的脖子被割破，随即又被凶手剥下脸皮，手指被铁钳生生扭断。女人想起了这条报道，被害人都是在家中遇害，凶手先是入室潜伏，待时机成熟，对被害人施虐。男人皱起眉头，凶器是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忽然想起自己撬开防盗门之前，发现防盗门似乎就有被撬过的痕迹，难道是？我擦了擦汗，打算推开衣柜门走出去，忽然怔住。刚才因为过于紧张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2个人的对话上，却忘记了自己的处境。那时为了躲避小偷，才急忙躲进了这里，并没发现异常。可现在我却有了些感觉，衣柜里并没有多少衣服，空间也较为充足，可我感到很拥挤，就像多了一个人。我屏住呼吸，此时除了我的心跳声以外，还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微弱呼吸声。我朝右手边望去，黑暗中隐约看见一张脸，仿佛在朝我笑，笑得很诡异。